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，野生华南虎已经彻底灭绝了。但是在我国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内，科学家们利用早期人工圈养的华南虎，已经成功繁衍出了60多只华南虎。经过不断的野化训练，其中20只华南虎拥有了捕杀大型动物的本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些华南虎目前已经具备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。目前研究所正计划着将这20只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华南虎放归山林。既然现在野外华南虎已经灭绝，那为何要把圈养的华南虎放回野外呢？难道不怕再次灭绝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我们知道，在动物世界中一直遵循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，而老虎作为森林之王，也是食物链中的老大，以食肉为主，捕杀一些狼、长颈鹿、熊等。老虎在捕猎的同时，不仅控制了动物数量的增长，防止泛滥，还能淘汰猎物种群中的老弱病残，降低了野生动物疾病传染的风险。因为老虎经常会吃掉一些死亡好几天的猎物，将它们的腐肉啃食干净后，只剩下一堆骨头，这样就可以阻止微生物的滋生，也间接的对附近水源进行了保护。可能有人会好奇，老虎吃掉动物的腐肉，阻止了细菌的滋生，那么在老虎体内会滋生微生物吗？事实上，老虎的胃酸比一般动物更强烈，能够对腐肉上的微生物产生一定的抵御，所以老虎食用腐肉后，不仅可以抑制细菌滋生，还能饱餐一顿，这也是放虎归山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这20只华南虎放归山林之后，真的可以活下来吗？华南虎离开人类的控制后，就需要自食其力。如果不能很好的适应野外生活，或者在捕猎时出现问题，都将会造成野生华南虎再次濒临灭绝。早期野生华南虎之所以走向灭绝，其实和人类有一定的关系。首先是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，把华南虎的栖息地破坏掉，导致华南虎无家可归。其次就是民间很多人认为虎骨可以入药，虎皮可以卖钱，于是就开始大肆的捕杀野生华南虎，导致华南虎逐渐消失。所以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开始，野生华南虎的数量就在急剧下降，直到1955年，我国对野生华南虎进行人工圈养，才得以保留华南虎这个品种。2000年以后，在野外就彻底看不到华南虎的身影了，也就意味着野生华南虎彻底灭绝了。于是研究者们就计划着利用人工干预，将华南虎培养成能够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动物。等到放生后的华南虎在野外进行自主繁殖后，它们的后代也就可以重新拥有老虎的兽性了，这样野生的华南虎就可以得到延续了。当然，放虎归山还需要考虑到人类的安全。为了避免老虎伤人事件再次发生，此次华南虎放生选择的是一些人类很少出没的森林，这样就可以降低华南虎出现在人类活动场所的几率了。所以放虎归山即使很难，但还是需要将华南虎回归自然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持生态循环的发展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